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大谷一夫医生所著的《每天坚持走1万步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为什么要每天走1万步；第二，对身心都极为有效的大谷式步行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为什么要每天走1万步？第一个要点是，长时间坐着会大幅增加死亡的风险。在现代社会中，很多人经常久坐不动，久坐带来的弊端早已被指出。而随着电视、智能手机和视频服务的普及，仿佛我们生活在了一个无需走动的便利世界中。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整天都悠闲地坐在电视前度过。然而，长时间坐着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比我们想象中更加严重。例如，京都府立医科大学对6万人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，坐的时间越久，死亡的风险就越高。即使没有慢性疾病，每天多坐2小时，死亡的风险就会增加15%。如果已经有慢性疾病，风险则会更高。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只是有点肥胖，正在服用高血压药物的人来说，他们实际上可能正在久坐中慢慢靠近死亡。接下来是第2个要点，为什么步行是最理想的运动方式？根据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团队的调查，研究了日常运动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，得出了以下的结论：激烈运动不一定对身体有益。虽然肌肉锻炼确实能够像步行一样降低死亡率，但根据日本东北大学的研究，如果每周进行超过130分钟的锻炼，反而可能适得其反。跑步虽然能增加肌肉，提高心肺功能，缓解压力，但也存在着受伤或膝盖疼痛的风险。剧烈的肌肉锻炼或跑步可能会导致疲劳积累，进而降低人体的免疫力，增加感染的风险。因此，作者认为，步行才是最理想的运动方式。接下来是第3个要点，每天走1万步的理由。作者推荐每天走1万步，这一建议具有科学依据。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对5000名40岁以上男女的研究，发现日常步数与死亡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。相比每天走4000步的人，每天只走2000步人的死亡率更高。此外，研究还显示，每天走8000步或12000步的人，死亡率明显低于走4000步的人。也就是说，走路少会增加死亡的风险，而走路越多，死亡率则越低。研究表明，死亡率最低的步数峰值在每天15000步左右，之后则会趋于平稳。因此，作者推荐每天1万步作为目标。接下来是第4个要点，老年人每天8000步是否足够？可能有人听说过，每天步行8000步就足够了。关于步行的建议可谓是众说纷纭，但8000步主要是针对65岁以上老年人的建议，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人群。尽管体力因人而异，但单凭年龄来决定步数会显得不太合理。日本厚生劳动省在《健康日本21》中也指出，每天步行1万步是一个理想的目标。因此，作者认为，无论年龄大小，健康的人都应以每天1万步作为目标。对于那些希望延长健康寿命或在70岁后依然保持良好生活质量的人，作者建议根据自身的慢性病和体力状况，尽量多走些步数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对身心都极为有效的大谷式步行法。第1个要点是，不需要一次性走完1万步。如果要走1万步，慢走大约需要100分钟，即使是快走也需要70分钟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要在现有的生活中额外加入1个半小时的运动时间，确实有些困难。作者指出，即使将1万步分成几次走，步行的效果依然存在。例如，可以早上通勤时走3000步，午餐时走2000步，工作中的移动再走2000步，傍晚回家时再走3000步。这样的步行方式也是完全可行的。过去曾有人认为，有氧运动需要持续20分钟以上才能有效果，但现在研究已经发现，碎片化的运动也同样对身体有益。
美国库珀诊所的研究团队对240名男女进行了研究，比较了碎片化运动与持续20到60分钟的连续运动的效果。结果显示，碎片化运动也能提高体力和心肺功能，对血压也有好处。就像经常做小的清扫可以避免年底的大扫除一样，经常进行碎片化的步行，可以避免一次性进行大量的运动。这正是步行的魅力所在。因此，大家首先要养成根据自己生活的节奏，在空闲时间进行积少成多的步行习惯吧。接下来是第2个要点，早晨比夜晚步行效果要更好。地球的节律周期是24小时，而人体的平均生物节律周期是24.2小时，略微有些偏差。如果不加以调整的话，人体的节律周期会紊乱，导致自主神经失调。大谷式步行法推荐在早晨步行，因为我们的身体在早上接受阳光照射时，体内的生物钟会被重置。此外，接受早晨的阳光照射，还能促进血清素的分泌，进而带来以下4种效果：1. 让大脑清醒； 2. 缓解压力； 3. 早晨的血清素在晚上转化为褪黑素，从而帮助睡眠； 4. 阳光促使维生素 D 的合成，减少骨质疏松症的风险。不过，作者提醒说，刚起床时不建议立即进行步行运动。早晨是从放松模式切换到活动模式的时刻，自主神经的平衡不太稳定。如果突然做剧烈运动，可能会导致血压的急剧上升，增加脑梗塞或心肌梗塞的风险。因此，有慢性病或是老年人应该特别注意。如果要进行早晨步行，请慢慢醒来，吃过早餐后再去散步。接下来是第3个要点，步行前的早餐应该吃些什么？日本高知大学的研究团队将50名足球队男生分成3组，调查早餐和日光浴对睡眠和心理健康的影响。第1组没有特别指示，第2组1个月内每天吃纳豆和香蕉，第3组1个月内每天吃纳豆和香蕉，并在餐后晒太阳30分钟。1个月后对比各组的身体状况，发现第3组有明显的变化。这些人整天心情愉快，早上起床时感觉清醒，而且变得早睡早起。这可能是因为大豆中含有的色氨酸和香蕉中富含的维生素 B6 在体内被加工成血清素的结果。在色氨酸合成血清素的过程中，维生素 B6 作为辅酶发挥了作用，因此摄取维生素 B6 也间接促进了血清素的合成。作者建议大家尝试摄取富含色氨酸和维生素 B6 的早餐，沐浴在晨光中，进行步行运动，你会感受到心情的愉悦，自主神经得到调整的效果。接下来是第4个要点，频繁走动。根据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调查研究显示，频繁走动有助于降低血糖值。在这项研究中，研究人员将70名年龄在18至40岁之间的非糖尿病和非高血压的参与者分为3个组，然后比较他们的血糖值。第1组连续坐9小时不动，第2组步行30分钟后继续坐着，第3组每隔30分钟步行100秒。结果显示，血糖值下降最多的是第3组。这表明，即使您进行了一次运动，但如果之后一直坐着，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相比之下，频繁走动对降低血糖值更为有效。不仅如此，关于血压的研究结果也表明，频繁的步行有助于降低血压。因此，在大谷式步行法中，作者特别推荐频繁的走动。其实，步行不一定要在户外进行，在办公楼里，也可以选择使用楼梯而不是电梯，或者在休息时间主动去自动售货机买咖啡，尽量避免长时间坐着。当您站起来时，可以稍微走动一下。如果这些小的习惯能够降低血糖值和血压，那自然是极好的。接下来是第5个要点，不必快走。许多人可能会问，步行时应该保持什么速度才合适呢？其实完全不必过于在意速度。大谷式步行法的唯一要求是每天步行1万步，除此之外，只需要轻松自在地走路即可。也许你听说过，
步行速度慢的人更容易早逝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以下是一项研究的结果，证明了步行速度慢并不会增加死亡的风险。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对2340名65岁以上的男女进行了长达16年的研究，探讨了步行速度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。在研究期间，共有590名参与者去世。数据显示，高血压患者中，步行速度快的人死亡风险比步行速度慢的人要高出 1.4 倍，而步行速度慢的高血压患者并未表现出更高的死亡风险。因此，特别是年纪较大且患有高血压的人，不必勉强自己快步行走，因为这样可能会增加血管的压力，导致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。作者建议，老年人在步行时应根据自身的血压状况，选择适合的步行速度。接下来是第6个要点，目标步幅为65厘米以上。根据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的一项研究，步幅较小的人，其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是步幅较大人的3倍以上。步幅因人的体型而异，但研究指出，男性的步幅超过70厘米，女性超过65厘米即为步幅较大。因此，建议步行时步幅应保持在65厘米以上。有些人走路时步幅较小，小步快走，这种方式可能会增加患认知症的风险。因此，在步行时尽量保持步幅在65厘米以上是非常重要的。虽然在日常步行中精确测量步幅并不现实，但可以借助人行道的斑马线作为参考。斑马线的白线宽度和白线之间的距离一般均为45厘米。如果您在走斑马线时发现无法跨过白线，那么可能需要注意自己的步幅问题。为了达到65厘米以上的步幅，可以以斑马线的宽度加上1半作为参考，逐步增加步幅。尽管这一改变可能需要一些练习，但循序渐进的调整步幅是可行的。增加步幅不仅能提供适度的运动负荷，还能有效预防认知症。如果你已经有了步行的习惯，建议继续保持现有的节奏，并参考大谷式步行法的建议。如果你还没有养成步行的习惯，可以从今天开始尝试一下。科学研究表明，即使只是一次步行，也能带来积极的效果。通过一次步行，您将体验到步行带来的舒适感，而这种感受可能会帮助您逐渐养成每天步行的习惯。每天步行1万步，将使您的身心更加健康，让您享受充实的每一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